林婉，你现在是越来越出息了，敢跟我算账了？我愣在原地，脸被飞来的纸张划破，手里还端着刚切好的果盘。我绞尽脑汁将这套房子的拆迁款硬生生从300万谈到了600万。我以为他们至少会给我一句夸奖，没想到却是劈头盖脸的质问。3年前刚嫁进顾家时，婆婆张兰就对我鼻子不是鼻子眼不是眼，嫌我没带嫁妆进门，嫌我是外地人，嫌我不会来事。婉婉，我妈嘴硬心软，你多担待，以后她总会看到你的好的。我信了，为了让这个家接纳我，我几乎倾尽所有。记得第1年冬天，婆婆说腰疼，我熬了3个晚上的中药，她喝了一口就全吐了。我陪着笑脸重新熬，加了冰糖，她才喝完。我的手被砂锅烫出好几个水泡，顾浩也只是淡淡说一句辛苦了。第2年，小叔子顾杰说要创业，我拿出自己攒的8万块，不久项目就黄了。婆婆反过来怪我不帮忙把关，就知道给钱。第3年更离谱了，婆婆说家里缺个空调，我买了；说冰箱坏了，我换了；说电视太小看不清，我二话不说搬了台65寸的回去。这都是你该做的，谁让你进了我们顾家的门？我以为只要我够忍让，够付出，他们总有一天会把我当家人。妈，这钱确实是办手续花的。手续？这房子是我的，你一个外人在这指手画脚，吃我们家的，住我们家的，花我儿子的钱，现在还想来分钱？我告诉你，门儿都没有。妈，这房子是我买的，当初你说用你的名字能省下首套房的利息，是顾浩求我说以后一定会过户给我们的，你怎么能不认账？你的？你有什么证据说是你的？房本上写的可是我的名字。我告诉你，这600万我要给我小儿子换别墅，你想都别想。我有证据，我们签过借名登记协议的。他突然转身，端起墙角给花浇水的水桶，毫不犹豫地从我头顶浇了下来，刺骨的冰冷瞬间浸透了我的衣服和头发，让我浑身一哆嗦。我的文件！张兰一把抢过那些文件，狠狠地撕了个粉碎，纸屑落在地上，然后被他狠狠地踩在脚下。我看你拿什么当证据？你个不下蛋的母鸡，还想分我们顾家的钱？做梦！我浑身湿透，看着地上那些被踩烂的纸屑，整个人像被抽空了力气。而沙发上的小叔子和他未婚妻正冷眼旁观，甚至带着一丝幸灾乐祸的笑。那一刻，我终于明白，在这个家里，我从来都不是什么家人。我跌跌撞撞地冲进卧室，将唯一的希望寄托在我的丈夫顾浩身上。怎么搞成这样？又惹我妈生气了？又是这句，又惹我妈生气了，仿佛这都是我的错。我抓着她的胳膊，语无伦次地把刚才发生的一切告诉了她。顾浩，你快去跟你妈说说，那房子是我买的，那600万是我的钱。顾浩听完，不耐烦地甩开我的手，后退了一步，与我拉开距离。林婉，你闹够了没有？她是生我养我的妈，你就不能让着她点儿？让着她。顾浩，当初买房的300万是我全部的积蓄，他不仅要抢走，还这样羞辱我，你让我怎么让？什么你的我的？你的不就是我的吗？我妈的不也就是我们的吗？不就是600万吗？都是一家人，你计较那么多干什么？你现在这个样子像什么话？一家人，在你眼里我到底算什么？你的妻子还是一个工具？你简直不可理喻！你自己出去好好反省反省，什么时候想通了，什么时候再回来，别在这里烦我。厚重的防盗门在我面前狠狠关上，隔绝了我所有的希望和温度。我站在冰冷的楼道里，风一吹，冷得我牙齿打颤。可再冷的风也比不上我此刻的心冷。我想起结婚3年来，我为这个家所做的一切。张兰嫌我没带嫁妆进门，我便掏空积蓄为他们买房；她嫌我做的饭菜不合胃口，我便报了烹饪班，学她最爱的本帮菜。顾杰没工作，我托关系给他找了份清闲的活。我以为只要我忍，只要我付出，总能换来真心。直到今天，那盆冷水，那扇紧闭的门，才让我彻底清醒。我不是他们的家人，我只是一个可以被随时丢弃的工具人。我擦干眼泪，从包里拿出手机，翻出一个被我置顶却从未拨打过的号码。那是我结婚前父亲不放心，硬塞给我的一个联系方式，京城顶级律所的王牌律师季川。婉婉，害人之心不可有，防人之心不可无。季律师是爸爸的老朋友，业务能力顶尖。万一我是说万一你在外面受了委屈，就打这个电话。那时的我还觉得父亲小题大做，现在看来姜果然还是老的辣。我深吸一口气，按下了拨号键。喂，您好。季律师您好，我是林婉，我之前按照我父亲的嘱托，委托您公证过一份借名登记的证据链，您还记得吗？电话那头沉默了几秒，似乎在回忆。林小姐，我记得借名登记购买江北老城区房产的那个案子，对吗？所有文件和公证手续都齐全，存放在我们律所的保密档案库里。是的，季律师，现在我需要启动它。挂断电话，我头也不回地拦了辆出租车，直接入住5星酒店。我需要一个安静的地方，来洗去一身的污秽和屈辱，也需要整理思绪，策划我的反击。我裹着柔软的浴袍，站在巨大的落地窗前，看着楼下川流不息的车流，心中一片冰冷。手机屏幕上是我和顾浩的结婚照，他笑得一脸灿烂，正亲昵地吻着我的脸颊。我曾以为这就是我一生的归宿，我苦笑一声，毫不犹豫地将照片删除。过去的就让它过去吧。从这一刻起，林婉不再是顾浩的附属品，我只为自己而活。我拿起手机，拨通了中介小李的电话。当初买房时我们关系还不错。李哥，
是我，林婉。婉姐，怎么了？这么晚打电话？李哥，我准备起诉了，就是江北那套房子，建明登记在我婆婆名下的那个。姐，你可算想通了，当初我就劝过你，你偏不听。现在说这些也晚了，李哥，我需要你的帮助，麻烦你帮我把这套房子交易相关的文件记录都整理一份发给我。没问题，姐，当初看你那么信任他们，我就留了个心眼，把所有东西都存云盘了，我这就整理，连夜发给你。需要我出庭作证，随时叫我。太谢谢你了，李哥。跟我客气啥？姐，还有个事，我不知道该不该告诉你。你说。昨天你婆婆和你小叔子一家就来我们中介公司了，他们直接去看了一套江景大平层，说是准备用拆迁款付全款的。原来他们一天都等不及了，用我的钱去圆他们的豪宅梦。季律师，麻烦您立刻申请财产保全，冻结那笔600万的拆迁款。紧接着，我点开一个加密云盘，将一份文件发了过去。另外，这是当初购房时通话录音，我已经做了公证备份，现在把原件发给您。我当初留了个心眼，把那次关键的谈话录了音，并且做了公证。我以为这永远都用不上，没想到。林小姐，考虑到你目前的处境，我建议你暂时不要回那个家，我让助理在酒店给你多订了几晚房间，已经付好款了。季律师，这怎么好意思？应该的，你是林董的女儿，我理应多关照。你安心休息，剩下的交给我。谢谢。对了，明天上午10点，我来酒店接应你。我想看看你手里的其他证据，做个完整的证据链。好，我等你。挂断电话，我看着窗外渐渐泛白的天色，第一次觉得，原来除了顾家那个冰冷的家，这世上还有人愿意为我撑一把伞。第二天，市中心最高档的楼盘售楼处里正上演着一出闹剧。张兰手里拿着一支签字笔，正准备在一份购房合同上签下他的大名。小叔子顾杰和他未婚妻对着沙盘指指点点，兴奋地规划着未来的豪宅生活。妈，这间朝南的大卧室给您住，采光好。那儿童房呢？我们以后有了孩子，放心放心，都有，这房子大着呢。阿姨，您真是好福气，儿子孝顺，马上就要住进这么好的江景别墅了。张兰得意地清了清嗓子，笔尖即将落下，仿佛握住的不是笔，而是通往上流社会的钥匙。对不起，女士，您的银行卡已被冻结。POS 机发出了冰冷的提示音，像一记响亮的耳光，狠狠扇在了张兰脸上。不可能，你是不是搞错了？他不信邪，又从包里掏出几张银行卡，一张接一张地塞进 POS 机。冻结，冻结，还是冻结，连续的提示音像是丧钟一样敲碎了他的豪门美梦。张兰的手机响了起来，是顾浩打来的，他同样遭遇了冻结。妈，怎么回事？卡都被冻结了，是不是林婉搞的鬼？我正坐在酒店的沙发上，慢悠悠地喝着咖啡，手机屏幕上显示着未知号码。我知道是他们，我按下了接听键，声音平静无波。是我。林婉，你到底想干什么？我妈的卡怎么都被冻结了？你这个恶毒的女人！我只是按照法律的白纸黑字办了点事而已。你个丧尽天良的白眼狼，吃我们家的喝我们家的，现在还敢来算计我们？恶毒的咒骂，一句接一句，不堪入耳。林婉，你到底想干什么？非要把事情闹得这么难看吗？售楼处那么多人看着，他的老脸都让你丢尽了。我的心猛地一沉，他关心的从来都不是我被赶出家门有多委屈，他只关心他们家的面子。我的委屈相比他的面子一文不值。我突然觉得很可笑，这场婚姻我输得彻头彻尾。根据相关规定，不动产物权的设立、变更、转让和消灭，经依法登记发生效力，但当事人之间另有约定，且有证据证明登记权利人并非真实权利人的，真实权利人有权请求确认其权利，并要求返还财产。你跟我说什么乱七八糟的？我听不懂。意思是说，这套房子我是实际出资人，你妈只是名义上的登记人，我有权要求您配合办理过户手续，或者返还相应的购房款和拆迁补偿款。我不管，房子写了我妈的名字，就是我妈的，谁也别想抢走。那您就去跟法官说这句话，看看法官认不认。相关资料我这里一应俱全。电话那头传来一声巨响，似乎是什么东西被砸碎了。我平静地挂断了电话。游戏才刚刚开始，这么多年顾家欠我的也该偿还了。来硬的不行，顾浩开始打感情牌。我刚走出办公大楼，他就像一道影子一样冲了上来，一把抓住我的手腕。他眼睛通红，眼下有着浓重的黑眼圈，看起来一夜没睡，胡子拉碴，憔悴不堪。老婆，我们谈谈。顾浩，我们之间已经没什么好谈的了。不，有的谈。婉婉，你忘了我们大学时候了吗？那时候我们多开心啊！我们一起挤在出租屋里吃泡面。你说你最大的愿望就是有一个属于我们自己的家。他提到大学，我的心还是微微抽痛了一下。那是7年前，我刚上大一，他是大3的学长。校运会那天，我跑800米时摔倒了，膝盖破了一大片，血淋淋的。他第一个冲过来，二话不说，背起我就往医务室跑。同学，你坚持住，马上就到了。那一刻，我觉得他的肩膀特别宽，特别暖。后来我们在一起了，他对我真的很好。我心情不好，他就在宿舍楼下弹吉他唱歌给我听。最穷的时候，我们俩合吃一份盒饭，他总把肉挑给我，说自己不喜欢吃。婉婉，等我工作稳定了，咱们就结婚，我一定要给你一个家。可不知道从什么时候开始，他变了，大概是工作2年后吧。他升了职，应酬多了，回家的时间越来越晚。每次我打电话问他，他都不耐烦地说：“我在加班，你能不能别老打电话烦我？”再后来，他妈妈搬来和我们一起住，家里就再也没消停过。不管发生什么矛盾，他的第一句话永远是：“你怎么又惹我妈生气了？”我委屈，我解释，他听不进去。有一次，婆婆当着我的面说：“顾浩当初怎么就看上他了？”他看了我一眼，竟然没说话。那一刻，我知道一切都变了。他声泪俱下的回忆着我们的过去，试图唤醒我的旧情。我知道我错了，我不该吼你，不该把我妈的话当圣旨。你就看在咱们这么多年感情的份上，撤诉好不好？我们回家好好过日子，我一定让我妈把属于你的那部分还给你。周围已经有不少同事和路人开始指指点点，对着我们窃窃私语。我不想在大庭广众之下跟他拉扯，只想尽快摆脱他。顾浩，我们之间已经不是感情问题了，是原则问题，是法律问题。顾浩见我油盐不进，感情牌失效，眼神逐渐变得阴鸷。林婉，你是不是以为你找律师就能赢？这世界上还有一种东西叫舆论。我妈已经在业主群里发话了，
说你林婉为了钱连婆家都不要。你知道现在咱们那个小区是怎么议论你的吗？当天晚上，我的手机就炸了。先是业主群，有人匿名发了长长的一段控诉，说我是如何不孝，如何贪得无厌。紧接着，家族群里表姑、表姨、堂姐、堂嫂纷纷发来慰问。婉婉啊，你婆婆年纪那么大，你还跟她抢钱，做人要讲良心啊！林家这丫头看着就不是个省油的灯，顾浩娶了她，倒了8辈子霉了。林婉，你赶紧给婆婆道歉吧，都是一家人，闹成这样像什么话？听说是生不出孩子被婆家嫌弃，心理变态了才闹着要钱的。一条又一条的消息像刀子一样扎过来，我一条一条地看，一条一条地截图。看到了吗？现在所有人都觉得是你错了，只要你撤诉，回家就让我妈把600万分你100万，够你花一辈子了，不然你就等着身败名裂吧。我盯着屏幕笑了，他竟然觉得我林婉会为这区100万回头，他把我的尊严标了价，还觉得这个价格很高，可笑。我深吸一口气，把所有的截图连同录音打包一起发给了季川。林小姐，您放心，我们一条都不会放过。之前的借名登记协议、公证书、法律效力极高，加上您提供的银行流水、通话录音、中介政策等补充证据，这场官司我们赢定了。至于他们对您的诽谤，我们也会一并提起诉讼，要求他们公开道歉并赔偿精神损失。好。没过多久，我听见敲门声，透过猫眼看到季川站在门外，手里提着一个保温袋。这么晚了，你怎么来了？路过那家你喜欢的粥店，顺便给你带了夜宵，里面是一碗热气腾腾的皮蛋瘦肉粥，还有几样小菜。季律师，你怎么知道我喜欢吃这个？和林董闲聊时他提过，快吃吧，凉了就不好吃了。我正好处理点工作，陪你吃完再走。我低头喝着粥，余光瞥见他专注的侧脸，认识他这么久，第一次发现原来这个男人不只是冷冰冰的律师，他也会在深夜给委托人送夜宵，也会用这种安静的方式陪伴。季律师，你为什么对我这么好？因为你值得被人好好对待。我鼻子一酸，没再说话。那碗粥我喝了很久很久。开庭前夜，顾浩直接找到了我住的酒店，他拿出一份打印好的和解协议，啪的一声拍在桌子上。林婉，这是我最后的底线，600万，你拿150万，签了字，我们就去撤诉，从此井水不犯河水。我拿起那份协议，仔细看了看，条款写的极其霸道，要我承诺永不追究顾家的任何责任，并且要对之前的行为道歉。150万太少了，我不同意。那你想要多少？别给脸不要脸。不是我想要多少，而是本来就该有多少。那套房子是我全款买的，拆迁款、理应全部归我。你们非法侵占这么多年，还要支付占用费和精神损失费。林婉，你别给脸不要脸，你要是不同意，我就告你虐待我妈，我还会说你婚内出轨，反正你也没证据反驳，到时候看法院信谁的。我看着他这副无赖的嘴脸，心里最后一点情分也消散殆尽。顾浩，你觉得到了这个地步，这些手段还有用吗？他愣了一下，似乎没想到我如此镇定。我们约个地方，好好谈谈吧，就去我们第一次约会的那家咖啡馆，怎么样？算是给我们这么多年的感情一个最后的交代。好，就听你的。第二天下午，我来到了那家充满回忆的咖啡馆，还是那个靠窗的位置，只是时过境迁，物是人非。顾浩点了我以前最喜欢喝的拿铁，推到我面前。婉婉，其实我也不想跟你闹成这样，我妈年纪大了，就想让我弟过得好点，那钱是给顾姐买别墅的，她马上就要有孩子了，总不能还挤在老房子里，他们还计划着移民呢，去国外过好日子。你看，这钱都是有安排的，你一个女人挑那么多钱干什么？拿着这150万，找个好人家嫁了，安安稳稳过日子不好吗？我静静地听着他如何算计我的钱，规划着没有我的未来。他甚至觉得分给我150万已经是对我天大的恩赐了。差不多就行了，再闹下去，以后还怎么进我顾家的门？顾家的门，我怕脏了我的脚。顾浩，你到现在都不明白，我要的不是钱，是公道。公道？现在这个社会，有钱就是公道。你以为你请了律师就有用吗？林婉，我劝你别不知好歹，给你脸你就得接着，不然……他的话还没说完，我端起眼前的咖啡，毫不犹豫地泼在了他的脸上，滚烫的咖啡顺着他的脸颊流下，他英俊的脸瞬间被烫得通红。林婉，你疯了！他扬起手，一个响亮的耳光狠狠地扇在了我的脸上，巨大的力道让我整个人向后倒去，连人带椅子一起摔在了坚硬的地板上，我的头重重地撞在地上，眼前瞬间发黑，嗡嗡作响，一股浓重的血腥味在口腔里蔓延开来，周围的客人都被这突如其来的一幕惊呆了，纷纷站起身，对着我们议论纷纷。我挣扎着，缓缓地从冰冷的地上爬了起来。我扶正被我撞倒的椅子，重新坐好，挺直了几倍。然后我平静地抬起头，看着因为愤怒而面目扭曲的顾浩。我拿起了我一直放在桌上的手机，从进门我就已经按下了录像键。我抬起手擦掉嘴角的血迹，露出了一抹微笑。忘了告诉你，顾浩，我的律师是京城第1离婚律师季川。你猜，加上这条新鲜出炉的家暴视频，你等着净身出户吧。医院急诊室里，护士正在给我处理额头的伤口。轻一点。我抬头看到季川大步走进来，显然是匆忙赶来的。你怎么来了？你的病危一直开着，我看到你在医院，他打的。我点点头，他轻轻托起我的下巴，仔细查看伤口，指尖的温度透过皮肤传来，我的心跳漏了一拍。我看着他，他的眼睛里有一丝我从未见过的心疼。季律师，我没事。别动，医生说冰敷一下可以消肿，以后遇到这种事要第一时间给我打电话。你不是律师吗？又不是保镖。对你，我愿意做任何角色。那一晚，我满脑子都是季川说的那句话。处理完伤口，我要回酒店时，顾浩又出现了。季川，京城第1律师林婉，你是不是脑子都坏掉了？你请得起他吗？就你那点工资，连人家的咨询费都付不起，还家暴视频。我告诉你，你这是偷录，是侵犯隐私，是非法证据。
他以为自己抓住了我的把柄，又恢复了那副高高在上、胜券在握的样子。林婉，我劝你立刻把这个视频删了，签了那份和解协议，不然我让你吃不了兜着走。他的眼神变得越来越狠厉，突然朝我扑了过来，我侧身躲开，同时用力将他推开。他踉跄了一下，差点摔倒。我转身快步走出急诊，我不想再跟这个疯子多费口舌，我径直走向门口不远处的一辆车，那是我昨天从家里的车库调过来的。我按了一下车钥匙，一辆黑色宾利慕尚，车灯闪了2下，发出低沉的回应。我拉开车门，坐了进去，整个人靠在座椅上，长长的吐出一口气。车里有淡淡的檀香味，是父亲最喜欢的香薰。这辆车是父亲3年前买的，一共就开过几次。他总说太高调了。我想起父亲知道我要嫁给顾浩时的表情，那个一向沉稳的男人第一次在我面前红了眼眶。王婉，你真的想好了吗？想好了，爸，顾浩对我很好。他知道咱们家的情况吗？不知道，我想靠自己，不想让他觉得我是靠家里才嫁出去的。好，爸尊重你的选择，不管发生什么事，爸永远是你最坚实的后盾。这张名片你收好，季川律师是爸的朋友，有任何事儿打他电话。我接过名片，随意的塞进包里，我以为我永远不会用到它，没想到3年后，这张名片成了我唯一的救命稻草。爸，对不起，我让你失望了，你放心，我一定会让他们付出代价。追出来的顾浩死死地盯着我的车，眼睛瞪得像铜铃，脸上写满了难以置信。好啊，林婉，我就说你怎么突然这么硬气，原来是找好下家了，对不对？你个不知羞耻的女人。他环顾四周，捡起一块废弃的砖头，朝我的车冲了过来。贱人，我砸死你！一声巨响，震耳欲聋，厚实的防弹玻璃上瞬间蛛网般裂开，但并没有完全破碎。随即，像一头失控的野兽，一下又一下的用砖头砸着我的车窗和车身。开门！你给我滚出来！你花的都是哪个野男人的钱？砖头砸在车身上，发出沉闷而刺耳的响声，车身留下了一个个丑陋的凹痕。路人被这恐怖的一幕吓得纷纷后退，有人拿出手机开始报警。我冷静地锁上车门，看着外面那个歇斯底里、状若疯魔的男人，顾浩疯了一样冲上来，徒劳地拉拽着宾利的车门把手，车门纹丝不动。林婉，你给我滚出来！老子真是瞎了眼才会娶你，不仅在外面找男人，还敢回来算计我家的钱。我告诉你，那600万，你1分钱都别想拿到。就在这时，一辆黑色的劳斯莱斯库里南在我的宾利车旁停下，从后座下来一位气质儒雅而沉稳的男人，身旁还有2名陪同。他看了一眼被砸得面目全非的宾利，后将目光投向了还在疯狂砸门的顾浩。住手！顾浩的动作猛地停住了，看着眼前这个突然出现的男人，以及那辆价值不菲的豪车，还有那2个看起来就不好惹的助手，本能地感到了一丝压力。但他很快反应过来，他一个箭步冲到男人面前，试图博取同情。先生，您来得正好，您快评评理，这个女人是我老婆，您看她开的这车，她在外面傍上了大款，被野男人包养了。她现在发达了，要回来跟我离婚，还要抢我们家唯一的拆迁款，那可是我妈的养老钱啊！她1分都不想留给我们，心肠歹毒到了极点，还找人冻结了我妈所有的银行卡，让她连看病的钱都拿不出来。我一时气不过，才砸了她的车。可这车也是她跟野男人鬼混换来的，砸了又怎么样？她活该。他越说越激动，仿佛自己才是那个占尽了道理的受害者，声泪俱下。先生，您说说，天底下哪有这样做老婆的？哪有这样狠心的女人？季川静静地听着顾浩添油加醋的控诉，脸上没有任何表情，仿佛在听一个与自己无关的笑话。说完了。季川从身旁的助手手里接过一个平板电脑，修长的手指在屏幕上轻轻一点，屏幕亮了起来，播放的不是别的，正是刚才咖啡馆里的监控录像，清晰记录着顾浩得意忘形地讲述如何计划用拆迁款给弟弟买别墅移民，如何劝说我拿着150万安分过日子，如何对我进行人格侮辱。紧接着是顾浩恼羞成怒，狠狠一巴掌将我扇倒在地的清晰画面，整个过程画面清晰，声音清楚，每一个画面都被完整的记录了下来。顾浩彻底僵住了，像是被抽走了灵魂的木偶，瘫软在原地。我推开车门，从车上走了下来，我冷冷地看着他，看着这个我曾经深爱过、付出过一切的男人。终于，我深吸一口气，说出了那个隐藏了3年的秘密。顾浩，你不是一直很好奇，为什么我会有钱全款给你家买房吗？他猛地僵住了，浑浊的眼睛里充满了疑惑和不安。因为我爸是盛华集团的董事长林正国。顾浩的瞳孔猛地收缩，难以置信地看着我，嘴巴微张，却发不出任何声音。他的大脑一片空白。盛华集团，那个在京城乃至全国都赫赫有名的商业巨头，怎么可能？林婉怎么会是林正国的女儿？她竟然是顶级豪门的千金。他感觉自己像是被人从头到脚浇了一盆冰水，浑身冰冷，血液都快要凝固了。我看着他惨白如纸的脸，继续说道，声音平静，却带着一种宣告的力量。当初我隐瞒身份嫁给你，是我爸对我的一场考验。他不看好我们的感情，他想看看我选择的这个男人是否真心爱我。我的声音很轻，却像重锤一样，一下下砸在顾浩的心上。我爸说，如果3年后你依然真心待我，盛华集团20%的股份就是我的嫁妆。我顿了顿，看着他脸上从震惊到绝望的表情变化，露出了一个冰冷而讽刺的微笑。现在看来，我赌输了，不过没关系，没有这20%的股份做嫁妆，我依然是盛华集团唯一的继承人。顾浩彻底僵住了，他终于明白，他错过了一个亿万家产的继承人，错过了一步登天的机会。他这3年来，竟然一直在对一个身价1000亿的千金颐指气使，百般算计。他想起自己那些刻薄的话语，那些理所当然的索取，他恨不得抽自己几个大嘴巴。就在这时，季川走了过来，他向我微微躬身，将主导权完全交给了我。林总，接下来您打算怎么处理？林总这个称呼像最后一根稻草，彻底压垮了顾浩。他双腿一软，扑通一声瘫倒在了地上。
就在这时，一辆出租车急停在不远处，车门猛地被推开，张兰连滚带爬的从车上下来。她显然是听到了风声，一路赶了过来。当她看到瘫在地上的顾浩，看到那辆黑色的劳斯莱斯，看到我身边气场强大的季川，她整个人都傻了。张兰的脸上再也没有了之前的嚣张和刻薄，只剩下惊恐和难以置信。她突然扑通一声跪在了地上，她爬到我脚边，一把抱住了我的小腿，嚎啕大哭起来，鼻涕眼泪糊了一脸。婉婉，我的好儿媳，武林总，是妈错了，是妈猪油蒙了心，妈不是人，妈是个老糊涂，你就饶了我们这一回吧，我们再也不敢了。那600万我们一分都不要了，求求你放过顾浩吧，他还年轻，不能坐牢啊。瘫在地上的顾浩也像是抓住了最后一根救命稻草，挣扎着爬过来，抓住了我的另一只脚。老婆婉婉，我错了，我真的错了，你再给我一次机会，我们重新开始好不好？我发誓，我以后一定好好对你，不，我给你做牛做马都行。我低头，他们的眼泪，他们的忏悔，在我看来比鳄鱼的眼泪还要虚伪。我抬起脚，将顾浩抓着我脚踝的手一寸寸地用力踢开。没多久，警察就来了，是季川报的警。顾浩一家被警察带走后，我站在路边，看着那辆被砸得面目全非的宾利，心里空落落的。忽然一件大衣披在我肩上，是季川。风大别着凉。季律师，谢谢你。谢什么？这都是我应该做的。不过林婉，我有个问题想问你。官司结束后，你有什么打算？回公司帮我爸打理生意，然后成立一个基金会，帮助那些像我一样被婚姻伤害的女人。很好，那我也告诉你一个我的打算。什么？我想继续做你的法律顾问，免费的那种，因为我想一直站在你身边，看着你把那些事情一件件做成。我怔怔地看着他，心跳忽然变得很快。季律师，你这话是什么意思？等你忙完这段时间，我们再慢慢聊。现在先送你回去休息。那晚他开车送我回酒店，一路上谁都没说话，但我能感觉到有什么东西好像不一样了。庭审那天，我坐在原告席上，看着对面的顾浩的家，在季律师强有力的证据面前，张兰和顾浩输得很惨，最后判定房子和拆迁款都是我林婉的。那是你们的问题，与我们无关。林婉，你怎么能这样？咱们好歹是一家人，你就这么狠心？我看着他，觉得特别可笑。一家人？那天你妈泼我冷水的时候，你怎么不说是一家人？那天我被你扇耳光的时候，你怎么不说是一家人？那天你们在业主群里造谣诽谤我，你怎么不说是一家人？顾浩被我噎得说不出话来。婉婉，妈错了，妈真的错了，你就看在妈这把年纪的份上，妈以后天天给你烧高香，保佑你长命百岁。顾浩不能去坐牢啊，他以后咋办啊？张女士，法律不是儿戏，您哭改变不了任何事实。他愣住了，大概没想到我会这么铁石心肠。最后双方达成和解，100万赔偿款分2年付清。签完字，张兰扶着墙慢慢走出和解室，背影佝偻的像个70、80岁的老太太。顾浩路过我身边时，终于抬头看了我一眼，嘴唇干裂，胡子拉碴，完全没了当年意气风发的模样。林婉，他嗫嚅着想说什么，我直接转过身，没给他开口的机会。张兰终于老实了，她坐在和解室里，像一只被拔了毛的鸡，蔫头耷脑的。顾浩依然不敢看我。故意伤害精神损失费20万元，故意毁坏财物损失费50万元，诽谤精神损失费30万元，合计100万元。顾家以前对我的种种，季川都一一帮我讨回来了。100万？你哪有这么多钱？房子没了，拆迁款也没了，你让我们一家去喝西北风吗？后来我再也没有见过他们，只是偶尔听季川提起，顾家为了偿还巨额赔偿，卖掉了最后的老宅，一家人挤在廉价的出租屋里。张兰因受不了打击疯癫，顾杰则因为好吃懒做，没多久就和未婚妻散了。顾浩出狱后，因为有案底，加上我父亲在圈内的那声招呼，他再也找不到一份体面的工作，只能在底层苦苦挣扎。这一切于我而言都已是过眼云烟。我用那笔钱成立了一个名为暖光的女性援助基金会，专门帮助那些像曾经的我一样在婚姻中遭受不公待遇的女性。同时，我正式回归盛华集团，进入董事会。我将婚姻的痛苦化为工作的动力，凭借自己的能力赢得所有人的尊重。基金会办公室装修正式完成，季川推门进来，你怎么有空过来？路过，顺便看看你，这个位置选得不错，阳光很好。是啊，我希望每个来这里的姐妹都能感受到阳光的温暖。你变了，林婉。哪里变了？以前你眼里只有愤怒和仇恨，现在眼里有光了。我喜欢现在的你。那你呢？还是那个冷冰冰的季大律师？对你，我什么时候冷过？确实，从第一次打电话开始，他就一直温和而坚定地站在我身边。季川，谢谢你。谢什么？谢谢你一直在我身边。他转过头，目光与我对视，阳光洒在我们身上，温暖而明亮。林婉，以后我可以一直这样站在你身边吗？我看着他，看着他镜片后真诚的眼睛，忽然笑了。1年后，我因暖光基金会做出的卓越贡献，接受了一家主流财经媒体的专访。林总，对于过去的痛苦经历，您是否会觉得您的善良和付出被辜负了？我笑了，那是一种经历风雨后的淡然和平静。善良和付出本身没有错，它们非常珍贵，所以更应该给值得的人。而当你的善良换不来尊重，你的付出得不到珍惜时，请不要怀疑自己。你唯一要做的就是收回你的善良，亮出你的锋芒，然后拿起我们最强大的武器。记者追问：那是什么？我看着镜头，望向每一个可能正在经历困境的女性，是法律和智慧，以及永不放弃的自己。采访结束后的第2天，暖光基金会收到了第一封感谢信。写信的女孩叫小芳，她是通过我们基金会的法律援助热线找到我们的。小芳的故事和我很像，却又不一样。她20岁那年嫁到邻村，彩礼8万8全给了她弟弟娶媳妇。婚后第2年，她怀孕了，婆家高兴的不行，天天给她做好吃的。她以为终于熬出头了。孩子出生那天是个女孩，婆婆看了一眼，转身就走，从此再也没给过她好脸色。
丈夫也开始挑三拣四，嫌孩子哭闹吵她睡觉，嫌她没伺候好他妈。小芳忍着，以为忍忍就过去了。孩子满月那天，丈夫喝多了，回家就动手打她，那是第一次，打得她鼻青脸肿，3天没敢出门。嫁出去的女儿泼出去的水，你回来干啥？赶紧回去，别让人说闲话。后来打成了家常便饭，1周2次、3次、4次，理由五花八门。饭做咸了，地没扫干净，孩子哭得太凶。最严重的一次，丈夫用皮带抽她，抽得她身上没一块好肉，她哭了1夜。第2天，她终于下定决心逃跑。她带着孩子坐上了去城里的长途汽车，可刚进城，钱就被偷了。她抱着孩子在火车站蹲了2天，饿了就捡别人剩下的盒饭吃。就在她快要绝望的时候，她看到了火车站大屏幕上的公益广告：暖光基金会帮助受困女性重返阳光。接到电话的是我们基金会的专职社工周姐，她二话不说，开车去了火车站，并把小芳母女接回了我们的临时安置点。我们帮她联系了法律援助律师，起诉离婚，争夺抚养权，帮她找了工作，在基金会合作的服装厂做缝纫工，包吃包住。半年后，官司赢了，孩子判给了她，丈夫被判赔偿精神损失费5万元。虽然钱不多，但对她来说是重新开始的本钱。最后一次见到小芳，是她来基金会送锦旗，她头发梳得整整齐齐，怀里抱着孩子，孩子胖了不少，正在她怀里咯咯笑。林总，谢谢你。不用谢我，是你自己救了自己。如果没有你们，我可能早就……她没说下去，但我知道她想说什么。送她走后，我一个人在办公室坐了很久。那一刻，我突然明白了父亲以前说的话。婉婉，你的名字是你妈妈取的，她希望你像傍晚的晚霞一样，能给黑暗中的人带去希望。也许这就是我存在的意义。窗外阳光正好，为我镀上了一层金色的光芒。涅槃重生，向阳而生，这才是我真正的人生。那天之后，季川来基金会的次数越来越频繁。林总，季律师是不是在追你？我笑了笑，没说话。经历了那么多，不是不再相信感情，而是想让自己先站稳，再谈其他。直到有一天，季川拿着一份文件走进来，神情严肃。林婉，有件事我得告诉你。什么事？你父亲找我谈过。我爸说什么了？他说他希望我们在一起，但如果我不够真心，他会用整个盛华集团的法律团队让我在律师界混不下去。我爸他怎么能这样？我觉得挺好，至少说明他是真的爱你。林婉，我不怕你爸的威胁，因为我问心无愧，我只怕你还没准备好。季川，你知道我为什么叫林婉吗？我妈生我的时候难产，走之前跟我爸说，这孩子来得晚，就叫婉婉吧，希望他这一生不管多晚，都能等到属于自己的幸福。季川静静地听着。我以前以为顾浩就是我的幸福，现在才知道那只是路过的一个站台。那现在呢？现在我觉得真正的列车好像刚刚进站。林婉，我可以保证这趟列车终点站一定是幸福。那一刻我终于相信，有些幸福确实会迟到，但永远不会缺席。3个月后，暖光基金会1周年庆典，台上我讲述着这1年来帮助过的女性故事，台下坐着各界爱心人士。最后我想感谢一个人，他是我黑暗中的一束光。季川站起身，在掌声中走上台，他从口袋里拿出一个红色丝绒盒子，单膝跪地。林婉，你帮助了那么多女性找到幸福，现在轮到你自己的幸福了。你愿意让我成为你余生的法律顾问兼丈夫吗？全场安静，所有人都屏住呼吸。我看着跪在面前的季川，眼泪终于控制不住的流下来。这个在法庭上从不慌乱的男人，此刻手却在微微发抖。季川，你还没回答我一个问题。你说善良和付出很珍贵，应该给值得的人。你觉得你值得吗？我不知道我值不值得，但我知道我会用余生证明你的选择没有错。那我也用余生告诉你，我选择你是因为你值得。他从盒子里拿出戒指，轻轻套在我的无名指上。那一刻，台下的掌声如雷鸣。父亲走上台，第一次在公开场合拥抱了我。婉婉，爸爸为你骄傲，你妈妈如果能看到，一定会很高兴。季川站在一旁，微笑着看着我们父女。后来有人问我，你后悔那3年的婚姻吗？不后悔，没有那3年，我不会懂得什么是真正值得珍惜的。没有那3年，我也不会遇到季川，不会创办暖光，不会成为现在的我。所有的苦难都是为了成就更好的自己。婚礼那天选在了秋天，季川说秋天的晚霞最美。现场没有太多宾客，只有知亲好友，但每个人都知道这场婚礼的意义。这是一个女人从灰烬中重生，终于等到属于她的光。林婉，我见过你最狼狈的样子，也见过你最坚强的样子。从今往后，我只想见你最幸福的样子。季川，谢谢你让我相信善良没错，付出没错，只是要给对的人。父亲坐在第1排，笑着笑着，偷偷擦眼泪。婚后的日子平淡而温暖，我继续打理盛华集团，也用心经营暖光基金会。季川依然做他的律师，只是接的案子越来越少，陪我的时间越来越多。有时候周末我们会一起去基金会，看看那些正在接受帮助的姐妹，他给他们讲法律知识，我给他们讲如何重新站起来。有个女孩问我，林姐，你恨过吗？恨过，但后来我发现恨一个人就像自己在喝毒药，不值得。那你怎么走出来的？因为遇到了对的人，也因为我学会了爱自己。女孩若有所思地点点头。窗外夕阳正好，晚霞满天。我是林婉，一个从泥泞中站起来，依然选择善良，也学会了照亮的自己。晚霞虽迟，终将绚烂。